这地方不错吧？在长安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致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不过这世外桃源呢，也有一个缺点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阳光就没有庄稼，所以在这儿啊，米比盐还贵。哦，对了，这世外桃源还有另一个缺点，你见不着阳光，就不知道时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这儿是做不到的。你做工的盐铺不是有盐子漏斗在计时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还有临街那几个店铺都有计时的漏斗。这你也知道？你是不是来过这儿？漏斗计时是曾在太学府吴仲恒先生布置的课业。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你当时故意装病，没有把课业交上去。那你，哼，还在装呢。你店里那个漏斗，就是我的课业成果。我父亲当初设计这个藏水船，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天光，才把东西搬进来的。既生我，何生去？哟，山珍哥哥，快看，谁来了？还能是谁啊？这不就是谢水追安吗？怎么这么冷漠呀？那许久不见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他先来看了我，对不对？劳你费心了，我们俩刚借完。还聊完了策略，想听具体策略吗？跟我来吧，慢慢讲给你听啊。黑犬弟弟，你们什么时候说策？你才黑犬呢！小黑，滚！如今长安城滴水不漏，严凤山和副本掌控着全局，但文官朝廷还在运转。如此，长安百姓也不至于怨声载道。城外萧阳的驻军已经被4镇节度使的兵力围困，但他们也不断粮，否则武阳军怕是会背水一战。这个严凤山真是个人才，钳制军队却没酿成战火，控制城内却又没掀起民愤。哼，依我看啊，他这么有能耐，干脆自己当皇帝算了。他把持朝政多年，长安百姓习以为常。如今，他扶持假皇帝，粉饰太平。若是他贸然称帝的话，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处。这杆秤，他还是懂掂量。北方不是有一支大军吗？白文虎大部。北方白文虎，非秦王不南下。这是当初我父皇和顾家的约定。所以当初我哥进攻长安城，顾玉只带了1000亲兵跟随。可这都什么时候？谢欢，如果你需要秦王令，我可以。以如今的局势，就算你给我写一封秦王诏书，我也没有办法送去北方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暴露了你的身份，反而会全盘皆输。严凤山和铁墨人勾结，铁墨人在北方的禁地驻扎了大批的军队，来对付白文虎。白文虎若一旦南下的话，整个帝国的腹地就会为铁墨打开。这个严凤山和铁墨人勾结如此之深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样搞他？铁墨人和严凤山并非铁板一块。如今铁墨的密使已经南下，他是要去长安和严凤山谈判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猜，严凤山会先割让一片位于最北方的封地，以此来贿赂铁墨人，换取铁墨人攻打白文虎。白文虎一旦战败，就再也没有军队来对付严凤山了。
顾玉，顾玉还活着吗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一定要尽快把他送去北部，因为只有这样，铁木人才打不赢白门虎。顾玉的生死，我没有把握。你哥哥呢？陆叔说他能醒过来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们被谁操纵，上演离别的苦痛，爱恨曾经汹涌，时光令一切成空，似乎应该忘记，忘记融合的呼吸，忘记你的眼睛，超乎想象的美丽。爱是一次漫长旅程，牵动命运的伤痛，在每一个艰险隘口，会有怎样的重病守候？我们曾在风中约定，就在人海中相互找寻。若有缘千里再相见，此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在余生的残酷岁月，你是我最温暖的执念。愿万物毁灭的瞬间，执子之手，无惧无悔，共同面对。聚散终有缘，历经千帆，海枯石烂，只愿你与我仍相伴。中约定，就在人海中相互找寻。愿万物毁灭的瞬间，执子之手，无惧无悔，共同面对。